Hello，大家好，给大家录制一段关于领英注册以及完善的 PPT。那么这份 PPT 呢，应该是对一些新伙伴想要了解领英的帮助会比较大，告诉大家如何去规避一些风险。因为风险如果你不去规避，很有可能我们后面客户越来越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再来封号，应该是比较肉痛的一件事情。好，来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给大家讲一下关于领英的账号注册事项。那么这些呢，就是第一个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和我们其他的平台一样，可能海外平台会更加的严格。比如哪些呢？像我们的领英Facebook、Instagram 的都是一样的。大家注册好之后，不要马上着急的去寻找你的客户群体，对吧？那这种呢是不太可取的。你像一个正常的人注册好之后，一定是先去完善他的个人信息，而不是急切的先去找所有的客户，因为你的个人信息都没有完善，你 follow 的那些客户，那当客户想要去来反过来去看看到底是谁 follow 我，包括我们有去给他们去 collect， 那么这个时候客户想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背景呢，对吧？我要不要去通过他的这个请求呢？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账号是空的，所以即便是我们去做了相关的动作，找客户的动作，那可能这个也是不会有结果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就是专业化的去使用领英。第二个呢，就是在我能理解很多人在注册完之后都会急切的想要看到这个客户他怎么还没有回复我啊，然后大家就开始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装一些领英的插件，那么用这个插件去找客户的邮箱 WhatsApp， 那这样的情况呢经常会出现，那么也有很多人在这个上面损失惨重，就是手上领英已经有非常多的客户资源，有些甚至是有5、6年的账号，但是当你一旦触碰到这些插件，特别是第三方软件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账号可能就会被封。告诉大家哦，这种情况被封，账号几乎是无法找回的。所以如果只是因为线路不稳定等等相关的因素没有提交过身份，那这种呢是可以找回。但是呢，如果你有使用这些非常规的手段，并且是有盗用领英上面客户资源的嫌疑，那这种呢是不太会给你就通过审核的。因为大家记住，你的卖情卖萌对于他们来说都没有用，因为审核人员根本不在中国，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啊。所以第三方软件和插件千万不要去碰。那么很多小伙伴会问，那我的确想知道这个人的邮箱和 WhatsApp 怎么办呢？那么你可以把你的插件装在非登录领英这个账号的浏览器之上，用另外的浏览器跟领英不搭嘎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安装，安装之后，然后用其他的方式去查找它的邮箱。但切记千万不要在登录领英账号上面的这个浏览器上面安装任何的插件，这样子呢，你的账号可能就一去不复返了。好，那我们再正常往下看。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需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线路。像我自己操作领英呢，我是基本上保持一个固定的线路不变的，因为这样呢会让我每一次登录的时候都会比较放心一些，因为我上面的客户比较多，所以说对我来讲风险控制那一定是首要的啊。好，所以大家建议大家在去使用的时候，最重要是绝对不要去使用免费的线路，因为免费是大家使用最多，而且你不确定别人在上面看了什么，是吧？因为你的整条线路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是使用付费版的。好，然后接着往下看，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呢，我们可以去集中的一个时间去更新是没关系的，但是最好不要说，比如连续3天，每天呢都去改动一些。那当然，你这个改动如果是正常的，可以，比如说今天我改动的是我的 About Us， 那明天改动的呢是我的那个 Contact Info， 对吧？那这样是没关系的。但是呢，比如说你的 About Us 每天都在修改，那这种呢也会出现一个异常的情况。小改动不要紧，那大改动那可能就会引发它的这一个风险控制。然后再往下呢，就是我们要禁止频繁的在第一时间、同一时间去删除大批量的人和这一个就是我们去取消啊，或者是去 block 啊，这种都是不太可取的，对吧？然后就是我们在登进登出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在领英上面自己就是把它建立一个快捷登录方式，然后呢就不用每一次登录的时候都需要去输入3w linkedin.com， 这样是不太合理的，好吧？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遵守每天的一个大概的正常人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不要出现大量的在短时间之内出现用户这个频繁的加人包括我们频繁的去加群组，还有频繁的去搜索。那当然，如果大家现在是领英免费会员的情况下，你在搜索它这个也是会有相关的额度的，并不会说让我们无限制的去搜索，对吧？然后呢，就是我们在使用领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就是在加人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去 invitation 别人的时候，那最重要的是不要去出现每一个客户的所有的这个请求都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上面还会加上一些，比如说电话号码，还有我们的链接，那这种呢也是会触发它的安全的。还有就是我们在注册好之后呢，尽可能的是第一时间要去验证我们的那个邮箱，就是我们用的这个邮箱去注册的，那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先去验证邮箱的。那么验证邮箱，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验证一下我们的绑定我们的手机号。那么这样子呢，会更加好的让领英知道你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么领英上面呢，如果你之前有被封过号，然后呢，你这个被封号的时间又不会太久，所以大家就不用去尝试了，因为这种情况呢是不太会给你通过的所以一定要使用另外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然后呢，同时使用不一样的身份信息去注册，邮箱、电话、人都不可以重复好吧？
然后呢，再往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注册之后要尽快的完善我们的 profile，然后呢多在线和刷刷动态。那么完善 profile 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在线了，就像一个正常的流程，对吧？我们先要有我们的基底，然后我们再去加客户，这种是比较正常的，对吧？不要去新号，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工作哦，注意一下你的节奏。